嗨，各位车友好。因为我的机器啊 A 群坏掉很久，所以我的特斯拉的影片就是很久没有更新。那今天就是我从台南超充站要开回去高雄然后顺便让大家知道目前 FSD 的稳定度，然后顺便跟大家闲聊说我目前特斯拉从去年12月底签到现在，它有什么优缺点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上高速，我就先闲聊一下特斯拉在我签的这快半年内它的优点是什么。然后我特斯拉开到现在，我不得不说它从一开始交车到现在，它的所谓的公差其实是习以为常，所以当你本身不能接受特斯拉它所谓的公差，那就是不建议去购买这一款车辆，因为你有所谓的，因为特斯拉它不像国外的车，就是像日本的车啊，它本身的稳定各方面都还不错然后他们的组装品质那当然是毋庸置疑啦。当然是以组装品质来讲，我是觉得还是日本的车辆会比较好从以前到现在。所以你假如是比较 care 组装品质的话，那我只能说特斯拉是还蛮不 OK 的。然后但是它除了撇开公差以外，你说目前要挑它的缺点，就是公差看本身你能不能接受，那还有家里可能有时候有些人他没办法装充电桩，然后以目前来讲特斯拉的就是台湾的市场来讲是还蛮多人的。好，我们现在先开启 FSD FSD 当一开启的时候，它这边它的图框就会显示一条蓝色的线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这是 FSD 它所转弯我们手呢还是要作为一个辅助，我们还是要随时可以介入方向盘。那目前 FSD 呢，我是觉得是蛮稳定的，前提下大家还是要注意车况所以我这次特地从台南超充呢一路呢就 FSD回高雄，直到下匝道的时候我才会关闭 FSD。那所谓的 FSD 其实就是Navigate on Autopilot， 就是所谓的导航自动辅助驾驶然后现在呢，它现在就是要做切换的动作我们先来看它切换的动作它的切换其实说真的，其实目前来讲我是觉得是还蛮流畅的，对，就是不会像一开始的 FSD 一样，就是会瞬间左切那当你在荧幕上所切换的其实都是由特斯拉的 FSD 去控制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自动导航辅助驾驶那我本身开的话，我其实还是都会照限速内去使用，像有时候过弯限速60那我就会滚轮，我就会去做控制。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有一个想法跟观念说就是开了自动驾驶都可以不用理它。那基本上我还是会看路，对，我们还是要当做一个主导者，对。然后当然是有 FSD 之后，它当然造成我就是开高速公路的轻松因为就是晚上你看现在晚上这个台南往高雄路上，其实晚上视线其实不是很好，那包括高雄很多段都会晚上其实都很暗，甚至路灯都没有开，这也是我会想要买
FSD 的原因之一。第一个就是当为自己的另外一个驾驶。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要注意各方面的路况哦，不要像之前这种切匝道，它都是到某一个位置才会急切，可是现在它只要侦测到虚线的位置 ，FSD 现在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它会比较聪明，就是会直接就是看到虚线就直接会切换，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导航辅助驾驶它是越来越聪明。你看之前它就现在都会直接切了，右边是往路主，左边是往那个台南的方向哦。之前它会切换就是有点迟钝，可是以现在来讲，它的切换其实是还蛮聪明的，对，所以它的系统其实是一直 update，越来越聪明。对，那你说初期的 FSD， 我是觉得我自己都不敢使用了，因为它的各方面的稳定度我都觉得不太稳。那以现在来讲，它的就是高速公路的导航辅助驾驶，我是觉得还蛮稳定的。那现在这边又在塞车了，所以大家还是要随时，不管你用 AAP 啊，还是用这种自动导航辅助驾驶啊，其实都是还是要去看路况，不要去说哦，我完全相信它，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哦。我现在在等红灯，我们准备要上国道1号了啊，国道1号。刚刚是因为我去台南超充充电嘛，那充完电之后，现在要往这是往高雄的方向，我建议大家速度还是方向盘还是要多注意的，对啊，因为毕竟它还是个辅助。现在晚上怎么那么多拖拉骨啊？那其实切换车道，你看现在晚上在台南奇美这个附近，其实路况就有时候就非常的暗。对，那其实我本身切换车道，其实我是觉得机器去辅助切换车道切换是蛮好的，就是当然有多一个驾驶去帮你看路况，那这样是对本身驾驶其实是帮助的，对，是有帮助的。你看现在路况这么暗，那你像其实我本身其实有时候开车是会比较谨慎。那刚刚要是叫我从那边切过来，我可能不知道切多久才会切成功。对，那从刚刚到现在，其实都是由特斯拉的 FSD 去帮我控制做切换的动作，包括方向盘、打方向灯啊，都是由 FSD 的功能所去切换的。所以就是台南高雄这一段刚好有一段路，我们就刚好做个 FSD 全程的测试。因为高雄台南是我最常跑的一个路段，因为有时候当天要来回嘛。那之前假如开高速公路的话，其实高雄以现在大概晚上嘛，现在7点多，那视线其实就会不好，对，视线就会不好，然后会觉得有点暗，光线有点不足。那借由，所以这也是我买 FSD 的一个原因啊。刚刚也有说嘛，对啊，所以多一个司机，然后你变成一个监督者，这样去开车会开得更轻松。那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又常跑高雄、台南、台中、屏东，这3个位置有时候就蛮常走的，所以有时候呢，又很不喜欢晚上开车。
对啊，因为晚上开车其实有时候视线不好，开车会开的，其实我自己会开的胆战心惊啊。但是有时候工作忙的话，有时候也是需要晚上出来，所以我会购买 FSD 也是在前几个礼拜而已。对啊，现在是6月嘛，我也是5月多才买，5月初才买，然后因为一开始的 FSD 说真的不是很稳，所以我自己都觉得不想当小白老鼠当个测试。然后你看刚刚其实特斯拉它就做了一个急刹动作。那为什么会急刹？第一个前台做刹车的动作才会造成刹车所以它的雷达的侦测是前台而不是上一台。所以有时候车友有时候会开车开到会无预警刹车也不是没原因的，它就是可能上台可能又紧急刹车，所以它有时候前面没刹，可是它却刹。所以这一段刚好路程够远，做个测试。反正还没有下匝道之前，其实都是由特斯拉去操控方向还有它，比如说今天特斯拉它要切换左边或右边，假如你觉得你不想要切换你可以萤幕上按取消，那也可以借由方向盘打方向杆这边也可以做取消的动作，两个都可以做取消的动作。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车速突然变慢，时速才70几公里在国道1号。好吧，那我们就回到刚刚一开始的话题，就是特斯拉从买到现在，第一个啦，我们先讲缺点啊。缺点第一个就是公差这个真的是没办法避免，因为毕竟它是机器组装的所以你要是完美主义者，那千万不要来买特斯拉。第一个，它一定会有你用肉眼所见的，就是很明显的公差。然后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就是目前我是觉得有时候还要等料件，因为他们料件不是即时的，所以它的维修时间有时候会拉蛮长。可是也不一定因为上次我维修玻璃我决定要出险，也是等了2-3天吧，他就突然就跟我讲说有料件那我就做维修的动作。然后所以维修方面，我是觉得目前来讲，高雄是有明显的改善，比较没有像说之前还要等很久然后第三个就是保险未来应该会变贵为什么？因为特斯拉的事故率实在是蛮高的我讲白一点，因为每天都有事故，每天都有破玻璃，几乎都是每天。所以你说保险公司要赚什么？对不对？以反向思考来讲嘛，保险公司根本就没得赚嘛。那明年的保费呢？我觉得应该是涨价，应该是在所难免的。对啊，然后还有就是缺点其实有时候想它的缺点，其实有时候想不太到了。对啊，可是说你要说真的缺点，就是第一个，它的保养它的维修，因为它维修现在比较快第二个就是它组装的公差还有品质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保险未来可能会提升。等我想到什么再跟大家讲。然后你说它的优点呢？特斯拉的优点，说真的，我是说不完当你习惯开了油电车，那你选择权就少嘛。那以特斯拉我开到现在大概快半年的这段时间，第一个购买了 FSD， 它真的让我在开高速
跟各方面来讲轻松的非常的多哦。我们撇开之前我只有 AP 的功能，可是 AP 的功能只有单纯 Autopilot， 单纯只有跟车跟控制方向盘嘛。那你假如说 Navigate on Autopilot， 那就不一样了。NOA 它本身是一个等于是借由这个导航软体哦，去帮你。算是已经算全自动驾驶了，可是以开车来讲，舒适度跟轻松真的是大大提升。第一个，切换方向盘哦，特斯拉会用雷达去侦测右后方有没有来车哦，它的侦测有时候其实比我们人眼还准。那顺便来提一下，为什么特斯拉最近有2件事嘛？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个白色的货车哦撞下去了，然后造成整个都是麦芽糖嘛。那很幸运的驾驶也没有事情。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Model S 哦前面有3角锥哦，造成直接撞工程车，对，所以这2件事情都是凸显一个问题的存在，就是驾驶有时候你还是要自己随时去介入，对你不能说完全的相信系统嘛，因为特斯拉原厂自己也是讲得很白，也是讲得很清楚，是说我今天没办法给你保证说，哦，你今天比如说发生车祸。哦，特斯拉其实是不负责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开了 AAP 它就所向无敌，开了 Navigate on Autopilot 哦，高速公路上你就可以不用看路况哦，这种逻辑是不可能，对啊，毕竟特斯拉没有弹数，所以大家现在千万就是不要没事去挑战说哦什么行车时就直接开车。睡觉还是直接给他开之类的哦，那其实都是非常危险。像我从以前到现在Autopilot 哦，包括NOA 也都一样，我其实都是会自己随时介入。你看现在高速公路突然降速，也不知道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现在在塞什么。可是以冈山这一段，有时候真的这一段它塞的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就是以台南到高雄冈山这一段最容易塞车。那它的优点还有就是缺点，我想到一个，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充电桩怕不方便哦，但是我说白一点，以充电桩设置超级充电桩来讲。目前特斯拉是最完善的哦，几乎可以环岛哦，所以下次呢，我就会做环岛的影片哦，就是证明特斯拉也是可以轻松环岛。那超充站现在越来越多嘛，那其实以 V3 嘛是最新的充电设备，那其实大家充电等待时间就会更为的短嘛。那超级充电站其实充电本身就还蛮快的。那至于会不会收费呢？其实说真的也是一个大大疑问句啦，对啊。可是目前至少特斯拉确定是超时费一定会收嘛。哎呀，所以我先喝个水。今天会来录这个从台南到高雄这一段影片哦，非常的长。为什么会拍？是第一个，我要测试我的这个。Osmo Action 到底有没有办法拍全程？因为之前我都有拍很多影片嘛，然后拍到一半就是机器热档啊，辛苦讲了一堆话，结果竟然录影废了，就是失败，档案故障哦，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今天顺便是测试我的 Osmo Action 这台机器。对啊，然后也测试让大家看一下，就是特斯拉高速公路上目前
的稳定度哦，如何切匝道哦，如何下匝道，如何上匝道前，它现在我是觉得是大大的提升啊，以跟之前来比的话，对啊，那我们继续来讲特斯拉的优点，还有优点就是现在当然政府的补助多嘛，停车不用钱，那假如外面的充电也不用钱，以各区啦，各区不一样，那以高雄来讲，充电不用钱。然后停车费也不用钱，除了你停那种高费率的以外，那就另当别论。那其他其实是一律免费，可是只到6月底了。那至于未来6月底后还会不会延长，这就未知数。然后还有就是燃料牌照税的减免到明年底。那明年底结束后呢？谁知道还会不会收？这就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句了。对啊，所以大家都觉得适不适合买特斯拉？其实我讲简单一点，就是早买早享受啊，晚买享优惠啊，就是这样。然后还有特斯拉开山路非常的稳，对，因为它的电池都在底部嘛，所以当它过弯还是过弯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流畅。我目前开起来是从山路开起来是很舒服，对啊，山路因为底盘不要说重，因为底盘它是借由电池嘛，所以很重。那过弯的时候其实都还蛮舒服的。